像这样包绳的技巧呢，我们通常都是要来增加它的挺度的。像这个水桶包，就是把它运用在它的底部，增加它的挺度。那这个呢，小包也可以让它放在正面，然后除了挺度之外呢，它也可以让它的线条比较利落。那接下来我们要示范，包绳里面包塑胶管条的做法。那包绳的布呢，我们要准备45度角的斜纹布。那45度角的斜纹布呢，我们如果要准备一整条很长的话，会比较浪费布，所以通常我们都会用接的方式。那我们先把我们已经裁好的斜纹布，先让它正面对正面，像这样子，摆成很像是90度角的。然后这边呢，我们会车缝，再从这个接缝到这个接缝的距离，会车缝这一条。然后先车一条给大家看。车缝完，你看我们是车从这个角胶到这个角胶，车完之后，我们把它摊开来，它就会是一整个直条的布。然后接下来就是这边是正面，正面之后呢，我们再来接第3条，一样是把它摆成90度角的这样子。记得是这边正面对你这块布的正面，然后一样抓到90度角的位置，然后一样车缝的地方是从这个角胶到这个角胶。那如果你抓不到直线的话，你可以先画一条线，也可以。那如果可以的话，你就可以直接车。这样子，它就会是一个这边正面，然后这边都是背面的一条长条的包绳的布。那接下来我们要把这个缝缝一一摊开，这样摊开来。如果你没有摊开来呀，你待会等一下对折的时候，会有一个部分会很厚，所以我们尽量建议一定要摊开，把它摊开来。摊开来之后呢，我们会准备这个塑胶的管条，然后把它夹在这个包绳布的中间，我们就把它夹起来。然后你可以先用夹子把它夹好。那如果你已经有经验的话，你可以不用夹，你就直接扯就好了，直接包起来直接扯就可以了。那如果你没有把握的话，就是先把它夹起来。好，夹好之后，我们就把我们的要包绳的这块布准备好。那先想好说我们希望结尾的地方，假设是这边是底的话，我希望结尾的地方在这里，那我就把我的开头的地方准备在这个位置，等一下结尾的地方就会结在这里。然后我们就把它摆好之后，前面的5公分不要车，前面5公分不要车，然后我们就把它放上来。然后这时候这边呢，就是不用车太里面，我们缝缝大概抓0.5就好了。不用车的，想说我要把管条包得很紧，我就车很里面。最后这一道车的很里面这一道呢，我们就压给它，就把它留给跟带绳一起车。那这一条只是有点类似像疏缝线的话呢，大概就车缝缝0.5就可以了。好，压脚呢，你可以准备拉链用的压脚。那如果你有包绳用的，当然是更好。然后如果没有的话，你就准备拉链用的压脚就可以了。可以开始车。那转弯处呢，如果你的布料本身比较厚，你可以在转弯这个地方呢，把包绳布把它稍微剪一下，让它比较好摊开。但当然不要剪太长，不要超过你会车缝的位置。
稍微剪一下，它待会会比较好撑开。最后呢，一样就是留大概还有5公分没有车的地方，我们就会先暂停了。然后把整个布料从缝纫机这边拿出来之后，我们要来处理这边接缝的地方。那接缝的地方呢，我们管条先不管它，我们先把布处理好。那布料呢，你先把它比好之后呢，我们会找到它们2个接缝的位置。那你可以先准备笔呢，把它先画下来，沿着它的侧边，先把这个斜线画好。画好之后呢，我们会从这个刚刚画的斜线往外，再斜的对着它剪1公分，这样子。那这边呢，1公分是为了待会我们会有一个缝缝。我们缝缝一样要车0.5，所以我们就预留1公分来车。那这边呢，要车缝地方也一样是正面嘛，对正面，所以你这样把它别好，抓好，一样回到我们刚刚做那个垂直直角的位置，接包绳布的那个样子。然后一样呢，我们会侧缝从这个角角到这个角角，把它车起来1条直线。车缝之后呢，我们把它摊开来，一样记得把缝缝摊开，然后接下来呢，我们就处理管条，管条一样要把多余的剪掉，那我们就剪在这个位置，这样子，就让它可以是接起来的，然后再把它对折，再把剩下的这边扯起来。包绳呢，包塑胶管条，就这样子完成了。